今天我的眼睛有点红，不知道什么回事，反正这不是重点。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我是怎么学外语。英文有一个说法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你无法教老狗新的把戏，意思就是你过了一个年纪之后，你无法再学到新的东西。我觉得在某一些方面这句话有道理，可是在学外语这方面，我觉得它是。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你都可以学好一个外语。所以我22岁就开始学中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学外语，我也从来没有认真学过一个外语。我2年之后就考上了中文最高级的检定考试，叫汉语水平考试第6级。我好像在台湾，很多人都说，这是开始什么东西啊？他们都不知道。对，台湾有另外一个检定叫什么华语语言能力检测，它是中国大陆用的一个汉语水平的检定，5000多的词汇量。听力、阅读、书写，用汉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可是我觉得好笑的是，有一些讲中文的人去看那个考试的内容是他们的母语，可是有一些题目他们也有点难回答。那我身边的人我都没有遇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考到第6级。所以我在想，我的区别在哪里？我跟其他人很不一样吗？或者是他们的学习方法有一些矛盾？难道你是要天分才能学好外语吗？其实不是。我发现一些主要的几点，我现在跟你们分享。首先，你的环境很重要，你需要就是有多时间去接触那个语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创造你想要的环境？我们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不管你在哪里，你还可以创造你想要的环境。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说，我就看什么电影我都听不懂。可是我就觉得，那你就是可能1个月看一次电影啊，然后你就听不懂那个英文电影。你不是在每天，或者是你不是可能每天12个小时在听英文，然后你就突然看一个电影，你觉得你会听得懂吗？这很自然啊。我觉得要是有一个比较实际的认知，你学外语的时间，你学外语的一些进步的速度会有多快，它跟你每天花的时间是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美国外交学院的一个研究。对一个英文母语者来讲，学其他外语所需要的时间最困难的语言就是韩文、日文跟中文。那他们说的时间需要的是2200个小时。那我觉得对一个讲中文的人学英文，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太多。这边有算一下，因为就是我数学超级好，你不知道，就是真的是我数学超级好。就是说你88周学到2200个小时，你要每天学3个半小时，要学好，尤其是一个跟中文完全不一样的外语，你真的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同时可以说，你是讲英文的人要学中文，你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我觉得你要认清一下现实，它就是一个马拉松，它不是一个赛跑。你要每天坚持下去。那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说，那我就不去上课啊，一定有一个好的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是说你需要有一个好老师才能学好外语。我比较反对。你觉得你在假如你是想要学英文的话，你是在一个教室跟一堆跟你相同英文的水平的人讲英文有帮助的吗？我遇到的英文最好的人，不是去上课的人，他们就是自己学，他们就是自己创造他们自己的环境。那你即使不是在国外，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你还可以在你的国家创造你想要的环境。比如说我在澳洲学中文的时候，我就是用我的手机每天听好几个小时的中文。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听的中文可能比一些生活在讲中文的地方听到的中文还要多。对，真的很超级夸张。我甚至是有考虑，我睡觉的时候可不可以听中文？可是我是前面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听到那些白噪音，我觉得我应该睡不着吧。不知道，你们可以试看看。那我会不会写汉字？答案是会，可是我不会写简体字，我学的是简体字。可是我不会写台湾用的繁体字，我会写的是简体字。那么我觉得我学汉字的方法跟很多台湾人应该蛮不一样吧。据我所知，台湾人学那个汉字是用一个词记硬背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会看一个字，然后你会写好几次。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枯燥，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用的方法是我透过一本书，这本书叫 Remembering the 汉字。那 Remembering the 汉字的特点在哪里？它就是会透过一个奇葩的故事去教你怎么写汉字。那我觉得我跟这本书有一点像是爱恨交叉的关系。它是我人生中读过最艰难的一本书，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本书。我从这本书举个例子，这个就是胃，那胃的上面就是填那个字，下面就是月。在这本书里面，它给每一个字有一个关键词，
所以比如说田，它的关键词就是脑袋；那月，它就是 flesh 血肉，然后这2个字加起来就变成胃 stomach。它的故事是这样：身体的什么部位会帮你支撑你自己的脑袋？当然是你的胃。你饿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思考，至少我是这样。我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思考什么东西，我就能思考什么好吃的食物。如果你是正确的进行它的方法，你只要写一次就可以记得怎么写那个字。怎么练习说话呢？我有很多朋友就说我要有英国的口音啊，我要有美国的口音啊。我觉得对，学习口语，其实你并不需要跟一个母语者讲话才可以学习口语。我教你们我自己使用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 shadowing。shadowing 就是你会找一个母语者在讲的一个小片段，然后你就会跟着去他讲话，你会完全去模仿他的发音。当你在模仿他的时候，你在改变你自己说话的一个习惯。我们自己在想口音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原本的语言习惯再出来，就是你原本的语言习惯就是中文，然后你在讲英文，你还是会有一些中文的一些习惯。所以我觉得当你在做 shadowing 的时候，你在改变你自己的一些讲话方式。我跟你们讲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弄的。我就是可能我就会看一部电影，我会觉得这个演员很帅啊，讲话很酷所以我就会去下载他的一些作品，我会去切掉他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我可能会切成一个可能4-5秒的一个小片段，然后我就会去听，跟着他讲话，完全去模仿他的发音。对，就是我完全去模仿他的说话方式。我一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有这个地方的一个口音啊，这个地方的一个口音啊，或怎么样。最棒的是不管你在国外或者是在你的国家，你还可以进行这个方式。那有什么学外语的 apps 吗？有，那我这边跟你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 Memrise， 它的这个网站呢，就是用一个学习方法叫 Spaced Repetition， 中文叫间隔重复学习技巧。那什么是间隔重复学习技巧？它是一种利用心理学间隔效应，通过不断复习所学内容，并逐步增加2次复习时间的时间间隔来提升效率的学习技巧。简单说，它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你在学单词，你一天看到一个单词，它会2天之后再给你看一次，4天之后、8天之后、16天之后，它的间隔会变得越来越长。这个会比我们可能每天看同一个东西的效率会高很多。第二个就是多邻国 Duolingo， 它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学外语的一个 app。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已经有听过，可是我不骗你们，它就是一个教你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会教你一些文法或者是基本的发音。我觉得当你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你就可以学到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最后我要推荐的就是 Anki，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使用。Anki 的概念跟 Memrise 差不太多，它都是间隔重复学习法，可是它是完全客制化。客制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调整它的每一个设定，比如说你要间隔的时间，或者是它的画面啊等等，就是很多方面你可以自己设定。它也是完全免费，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界面不太好看，也不是很方便使用。所以我推荐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去研究一下怎么用这个 app。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它，它就很像是一个很难懂，可是很好用的一个工具。最后要推荐的是，就是 extensive reading， 中文叫泛读。那我不知道，就是看这支影片的人有读书的这个习惯。extensive reading 的意思就是你要找一些对你的语言水平来说是一个很好理解的一本书，也是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我每天会看书，我大概1个月会读1到2本书。我觉得这对我的语言能力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加分，而且你可以顺便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什么一举两得。好啦，这就是我学外语的一些技巧。总之，我觉得你要学语言，它需要一些时间，你要就是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期待，不要强求，也要有耐心，欲速则不达。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好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